完蛋！啊，我们走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现在口岸全部关闭。那个兄弟们，我现在在贝宁，这里是尼日利亚驻贝宁的大使馆。我刚刚落实了一下，现在尼日利亚到我们下一个国家喀麦隆的所有的关口全部关闭，现在不开放，可能因为有局部战争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想正常的开车穿越非洲从尼日利亚到喀麦隆，现在已经不可能了。那怎么办？他刚才说，如果我跟他说能不能运，我不走这关口了，我走海上关口行不行？他跟我说，现在海上全部都是海盗，如果我们运车将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，而且现在随时随地有可能你这个运输的船就会被抢。还有一个，在北部有一个林间小道，他们民间摩托车可以来回来去过，但仅限于当地摩托车。我这辆是个外国车，首先他说你这车过不去，因为太窄。就算我能过去，我将是非法入境，一旦抓到，就会非常的麻烦。而且进去以后，现在是雨季，9死1伤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现在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改变。在中国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猫鼬，小朋友还把小朋友给裹在里头，你看见了吗？怎么样？找到方法了没？现在是这样啊，问题很大。这是我们的西非地图啊，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贝宁。如果咱们往东顺着走，现在2个口岸因为战争的关系，现在打仗全关了。有一个偷渡口岸，现在我们肯定是走不了的。我们不能走，不能这么走，要被抓起来了。然后往南是有这个海盗，现在有海盗，我们现在没法上船。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想往北走，进入尼日尔，从贝宁直接进入尼日尔，进入尼日尔以后横向进入扎德。但是现在问题非常大的有2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从尼日尔到扎德没有路，扎德南部没有路，而不但没有路，还有游击队。然后我给当地的朋友打了电话，朋友跟我说，让我把车卖了吧，说你最好把车卖了，然后呢，你进了以后我帮你找辆皮卡，然后你蹲在兜里，换上当地的衣服，拿那个布一蒙，完了我给你运过去。怎么可能？然后呢，我跟他说，我说那个没有路，你们皮卡能走，我们的车多半也能走。他跟我说，但是你是一辆车，而且我们这儿没有加油站，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，而且你这辆车太明显了，一进来这个很容易被当地的什么游击队给盯上，完了你就变成了众矢之的。然后呢，再往东就是中非共和国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去，我们只能从中非共和国和扎德的一个夹角里进入喀麦隆。对，但是这条路9死1生，感觉非常的不靠谱。而且喀麦隆那边也不太平啊。喀麦隆还好，最主要的是扎德。现在看来，这个 B 计划也很难实施。兄弟们啊，又出事了！我们现在正在想 C 计划。我现在来到了这个贝宁的码头，我准备想找他们一个运输公司，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汽车通过船运的方式，跳过后边的这个国家啊，我们在之后的国家登陆看看行不行？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很大问题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叫 ATA 单程册。这 ATA 呢是一个组织，做这个临时进出口的啊贸促会。我们出来的时候给汽车办理了这个，所以我们才能把汽车进行托运。但是这东西在非洲不认，他们这边有自己的 CDP， 但是我们中国不是这个 CDP 组织的成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运出去给钱可以，但是你到了下一个国家，这车拿不出来。你要拿出来，你要上的税可能比这辆车本身都要高。然后这边代理这哥们给我出一主意，说这样吧，你这上面有一些国家说在南非有，要不然你直接运南非吧。我真的我疯了，这个上面的组织不是在北非就是在南非，中间国家完全都不能登陆。哎，这么看还得再想其他办法。这是我们穿越非洲以来遇到的最大障碍。尼日利亚不让入境，喀麦隆关口关闭，扎德游击队猖獗，海运又无法登陆。绝望的我们四处寻找有可能实施的计划。我的翻译王朝也是绞尽脑汁的帮我。这时迎来了一个转机。
我翻译的姐姐来了，她是这儿的海关啊，现在正在帮我们找人啊。刚才我们等他们大领导等了2个小时，领导没来，然后我们就摇人了，兄弟们啊，摇人了啊！她姐姐那天我们想参加她的婚礼呢，她是这边的海关，她的老公也是海关啊，兄弟们，我觉得有救了，有救了。在她姐姐的帮助下，我们来到了一位领导的办公室，但结果却是让人出乎意料。你猜怎么办？怎么着？2100万。什么？多少钱2100万。多少钱人民币？20万。20万人民币？疯了！怎么样？纳兰又要崩溃了。其实真的是我们这个穿越非洲最难的，根本不是说你住的有多差，吃的有多惨，不是，是途中遇到非常多很多我们很难解决的事儿，然后互相的心理都几近低谷，面临崩溃，这才是真正让人可怕的地点。精神崩溃，真是精神风暴啊！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我们随便就能去解决的。他说的这个东西都非常的夸张，非常的大。现在因为呢，我们的这个手续 ATA 的问题，我们的这个进口单程册的问题，我们不能够正常的合法的清关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如果清不了关怎么办？如果脱不了运怎么办？如果脱不了运该怎么办呢？我真不知道，那只能硬闯了，兄弟们，只能从尼日尔到扎德硬闯了。我们再努努力，看看有没有一线生机。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人。他说他大哥在好几个海关都有人。此时的我们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，跟着他，我们就来到了一条偏僻的小巷。但没想到，这条小巷的铁门后面却给了我们惊喜。纳兰，我们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。刚才我们跟那个里边的老板反复推销了很多次，他给我支了一招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行得通的。他在东非的吉布提有朋友，他可以通过船把我的这个汽车运到东非的吉布提去，然后找朋友帮我拿出来。我想了一下，虽然吉布提的纬度比我们现在的位置要高，对，距离到达南非会更远，但是我们能够成功跳跃中非几个我们不可能过去的国家，并且能增加了一些东非的元素，比如杜纳迁徙，比如这个非洲草原，还有一些原始部落，这是我们一直想去看但是没有机会去的。这一次我觉得能够加入这个也是很不错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真的是要哭了，我真的觉得能够把这一关过了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但是就是费用有点高。多少钱？你心脏不好，算了，你还是算好，你还是别知道了。然而惊喜不止一个，就在晚上我们收拾汽车准备第二天去托运的时候，突然一个金耳环的出现让我们脊背发凉。毛里塔尼亚的第2个耳环它出现了，看不懂的朋友可以去翻看之前发过的毛塔和科特迪瓦巫术的视频，看完可能你们也会脊背发凉。这可能就是冥冥中注定，我们的西非行程到这里就是圆满结束了。按照约定，我们来到了海关办理手续，交钱、验车、盖章。这哥们也算是尽心竭力。他说第2天需要70万西法继续办事，这也算是合情合理。但没想到的事情他又发生了。兄弟们啊，出事了啊！千算万算没想到啊，我们前天找的那个代理说帮我们可以运车，那个代理大家还记得吗？穿红衣服的那个人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起来呢，他是代理嘛，要帮我们去跑付款的事儿嘛，要去码头跑吊装费，完了要去帮我们去交税嘛。然后早上起来我给了他70万西法，因为这个事儿你只能他跑嘛。然后给完了以后，现在人找不到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完了发信息不回，而且他一天都没跟我们联系。一直以为他忙，或者说在海关里他不能接电话，然后现在找不到人了。我就怕出现这种问题，真的我是非常非常害怕出现这种问题的，因为托运这事儿都是找信得过的代理，之前我们也是找代理拖出来的，但是那个我们信得过，但是在这边不认识人，
你只能在这边去找代理公司，现找的，对。但是现在我们就准备去他们公司，我特别怕这个公司跟我说那个人是临时工，那是他个人，他拿完钱跑路了。这真的他们这儿还不能签合同，他们这儿没有签合同的，就是说，干这个事儿，说我先给你写一合同，那你必须还得给他钱，因为不给他钱办不了事儿。对他们不签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有一定风险，不签你就甭运，反正那你们也看到了这种情况，没人能弄，现在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王朝，你觉得我们找到他的可能性大不大？可能性吗？嗯，大呀，我也觉得大，咱们会信任他，但是不能选择性。